OPPO Find X 系列终于回归台湾市场。这次推出的 Find X8 Pro 不止在硬体规格强悍，还透过 AI 提升拍照表现，尤其在超长焦段跟夜拍的实力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惊艳。但你可能想知道 AI 长焦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全新的天玑9400处理器又能带来多大的效能提升？台湾版本到底有哪些 AI 功能？等等，一次告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OPPO Find X8 Pro 的评测。这是睽违多久，总算又再次在台湾市场推出的 Find X 系列旗舰新机，真的各方面都算蛮有看头的。这次会从几方面开始进行评测，分别是拍照、效能、便利，还有 AI 功能分别来介绍。那我们就开始吧。OPPO Find X8 Pro 延续上一代 Find X7 Ultra 的镜头配置，搭载双潜望镜头，那分别是 1.95分之1寸5000万像素 LYT 600感光元件，光圈是 f2.6 的3倍潜望长焦，另外还搭配 2.51寸然后5000万像素 IMX858 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4.3 的6倍潜望长焦。特别的是即使它搭配双潜望镜头，但采用导致的潜望结构，把感光元件水平或是斜向置放，所以镜头模组这个凸起相对比其他竞争对手要来的薄很多啦那其实整个手感还不错。主镜头部分采用 1.4分之1寸5000万像素 LYT808 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1.6， 而超广角则是 2.75分之1寸的5000万像素 ZN5 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0。根据官方说法，10到60倍的数位放大会以 AI 来提升影像解析度，而60倍到120倍则会以 AI 进行影像重新建构。也就是说，当超过60倍的时候，会自动侦测并开启 AI 超高解析度的望远。你也可以手动去关闭。当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一开始拍照的物体在预览的时候会比较模糊，但经过 AI 运算之后，就会变得清晰很多。那接着我们实测各焦段的日夜拍，分享给大家。OPPO Find X8 Pro 的日拍部分，超广角主镜头还有3倍望远的调性非常的接近，一致性相当的好。但6倍望远跟其他3颗镜头的色彩调性就有明显的差别，变得稍微比较温暖一些，那亮度也偏低一些。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光圈比较小所造成的。而照片的细致度部分，4颗镜头表现都算是优异细节都算水准之上，这表现的确是旗舰机该有的水准那色彩部分也都相当讨喜，饱和度不会过高，是属于大多消费者喜欢的调性。话说近期大家都很在意镜头眩光的部分，蛮多网友都私讯给我说，这个眩光是不是每一只手机都会有？我必须回答，基本上应该是，尤其是在主镜头部分那 OPPO Find X8 Pro 呢，它主镜头同样在高光的时候，像太阳光的时候在45度角入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角度基本上，我觉得每一款手机的主镜头应该都会有那大光圈的手机更容易出现，我觉得这属于自然现象，而且要刻意找角度拍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而且我认为妥善构图的话，这个眩光会变成更有氛围的一个照片构图的方式我自己是还蛮爱这种眩光的啦。不过如果在意的朋友用手去遮一下就好了，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另外Find X8 Pro 也有内建 AI 反光消除，效果表现也非常的好。在数位焦段部分，20倍以内的表现都非常好，不太容易发现是数位焦段所拍摄的，直到30倍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这个应该是数位焦段吧。也就是说，在光线充分底下，在15到450mm 都可以有出色的画质。而超长数位变焦部分，有 AI 影像重新建构的挹注下，真的非常的神奇。虽然画质明显有松散有数位感，但不得不承认，如果在几个月前让你看到这几张照片，你应该根本是想不到这是60倍甚至120倍的数位变焦。不过当然是美中不足的部分在长焦手持的稳定性并没有太理想，也就是说要对准拍摄的物体在100倍附近或者甚至在60倍附近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这点我希望在未来更新之后OPPO 有机会去改善这一点。OPPO Find X8 Pro 夜拍光学焦段部分 0.6 倍、1倍到3倍，我觉得表现都非常的好，无论是高光抑制的表现或是画质的扎实程度都有水准之上的表现。但6倍的画质就有一点松散，
原因应该就是光圈跟感光元件的面积都相对的小，所以导致进光量不足，造成画质跟其他3颗镜头其实有一点落差。但特别的是，在10倍的画质居然比6倍的要来的扎实而且细腻啊！这没想到 AI 介入之后有这么明显的差异。那数位焦段部分就像前面提到，10到60倍都有着 AI 提升画质的表现哦。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是还蛮可圈可点的。虽然20倍开始就有明显感觉到画质有一点下降，但15倍以内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都是可以用的品质。超长焦段部分虽然可以发现细节遗失不少，不过重构后你还是能感受到有着30倍般的质感。但有趣的是，因为是 AI 重新建构，所以细节不一定准确哦，部分细节就会跟原本的画面有一点点差异，所以这点就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那近期只要有长焦表现比较好的手机推出，很多观众就会问，这个演唱会拍照的效果如何？所以直接试测给大家看。其实 OPPO Find X8 Pro 也有舞台演出模式，只要在一般模式底下再次点选拍照，就会跳出舞台演出、夕阳剪影，还有绚烂烟花3个功能。这边就用大家比较关心的舞台演出来实测。那实测街头艺人演出但是光线控制上的确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亮暗平衡也抓得很准确，不会有明显过曝，那主角也不会太暗看不清楚。我认为这是相当实用的功能。不过细节部分就见仁见智了，毕竟街头艺人的光线打的并不会太足够，但演唱会的主角光线会更好，所以拍出来的照片细致度绝对会更优异。那整体来说，视镜头的配置在日拍发挥了非常优异的效果。夜拍部分虽然6倍稍显不足，但在10倍以上，有了 AI 的帮助之后，画质比想象中的要优秀非常多，补足手机先天的物理限制。处理器部分 ，OPPO Find X8 Pro 采用联发科技天玑9400处理器，并搭配16GB 的记忆体，还有512GB 的储存空间。效能部分当然是非常优异。那实测安兔兔跑分可以达到276万分的高分这表现跟联发科技公布的实验室分数300万分已经非常接近了。那显示器部分，配备6.78寸 Full HD Plus 解析度的 AMOLED 显示器那支援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率，局部峰值亮度高达4500 nits， 那全萤幕的峰值亮度是1600 nits。萤幕采用4等边框悬浮微曲萤幕设计，4边框都只有 1.9mm， 整体的视觉感受非常的优异。那电池容量部分搭载591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而且机身还维持 8.24mm 的薄度这么薄在维持手感还能有兼顾大容量我只能说近期的电池技术上又有非常大的发展，在每个品牌都有办法推出又薄容量又大的电池真的很厉害。在续航表现上，以 PCMark 工作 3.0 来实测，在萤幕亮度调整 50% 的状况底下，居然有着20小时以上的超长续航力可见不止电池容量够大，在省电工作上也做得非常到位。充电部分支援80瓦的超级闪充，还有50瓦的无线闪充，在30分钟测试中，电力由 20% 补充到 86%， 等同于充入3900毫安时的电量，速度非常的惊人。OPPO Find X8 系列中有着不少 AI 功能，以类别来说，可以分为 AI 图像助理、AI 办公助理，还有 AI 笔记助理，另外还有文件翻译，还有 AI 重绘AI 图像处理部分有着 AI 画素超高解析度，还有 AI 消除反光、AI 消除拖影，还有 AI 橡皮擦 2.0 等4大功能。当进入相片点选照片时，会自动依照片的状况智慧提供 AI 建议。例如说，你侦测到模糊的照片，就会建议使用 AI 消除拖影那我们来分别讲一下这几个功能AI 画素超高解析度顾名思义就是提高解析度并加强画质。那除了老照片可以提升以外，对于放大裁切后的照片模糊照片也能提升实测效果还不错，可以把老照片整体的画质都提高不少，解析度也变得更好了。AI 消除反光部分，除了可以消除镜面反光部分连侧边入光的造成的眩光也可以进行消除。我觉得这个效果是还蛮好的那 AI 消除拖影这个功能可以让兴奋到模糊的照片变得更清晰以剧烈晃动的照片来测试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啦。不过并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干净，目前看来对于脸部的拖影会有着更好的效果。
AI 办公助理有着 AI 文案助理、AI 聊天建议，还有 AI 文章摘要，可以帮助你整理文章跟会议记录。那 AI 文章摘要的功能使用上很简单，只要你打开浏览器并阅读文章的时候，滑动右上角的侧边栏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功能。那按下之后，随即就可以产生文章摘要。所以结合浏览器去使用这个功能会让这个功能更加方便。最后分享一下心得，以拍照来看，OPPO Find X8 Pro 除了维持前一代双潜望镜头的设计来覆盖更广阔的光学焦段外，最令人惊艳的还是 AI 长焦表现的部分。你可能会说，那个就是 AI 生成的嘛，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个就是 AI 时代最强大的应用之一啊！效能部分当然不在话下，天玑9400的高效能加上超强电力续航，还有快充，都让使用上更顺畅，也能让喜欢拍摄的朋友不用担心拍到没电。而 AI 应用上，照片后置处理的智慧判断是非常好用又聪明的，处理效果我认为也都还不错。而办公助理像是文章摘要、文章助理或是翻译功能，都可以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整体来说 ，OPPO Find X8 Pro 的确是现今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旗舰机。那对了，之前有预告将会进行目前市面上2大拍照功能超强的机种对决，就请大家期待一下下一集啦。以上就是关于 OPPO Find X8 Pro 的评测分析，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